陳小娟一直以為再婚的決定是她想讓小孩王明陽有一個完整的家，她以為小孩希望有新爸爸的陪伴，她以為卓子文跟小孩相處得很好。她一直都記得王明陽那天晚上睡在她身旁，親口對她說：媽媽，我覺得家裡從2個人變成3個人好像會很好。他一直都把小孩的話放在心裡，因此他一直覺得再婚這個決定是對的。但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生活變得一天天的難過。你這個小偷！婆婆在房間叫囂，動靜大到陳小娟不得不挺着大肚子，急忙跑到房門口。她看着婆婆手裡抓着幾張1000元大鈔，然後正要揚手打小孩王明陽。媽，你這是做什麼？陳小娟着急的大叫，馬上衝進房間，把王明陽護在身後。明陽做錯了什麼？你竟然想要打他？他偷錢！婆婆瞪大了雙眼，佝僂的身軀伸出枯枝般的手，指着陳小娟身後的弱小身影。我不見了5000元，他偷走了我的錢。陳小娟不明所以的順着婆婆的手指看向身後的王明陽。小孩氣紅了臉的說：我沒有偷錢，是奶奶偷走我的錢，那是我爸爸給我的錢。你還說！婆婆勃然大怒的想要拿房間裡的東西，一副想要教訓孩子的模樣。陳小娟急忙的阻止了婆婆。媽，你手上的錢是從哪裡拿到的？陳小娟嚴厲的看着婆婆。你從哪裡拿到的5000元？奶奶從我的書包裡拿的。王明陽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大人們，他像是受盡折磨的小動物，眼神是黯淡無光的。奶奶拿走我的錢，卻說我偷了錢，那是爸爸要給我的零用錢。明明就是你偷我的錢！婆婆緊抓着手上的錢，然後瞪着眼的對着小孩說：你愛說謊，你是壞小孩，你愛偷錢。看着婆婆想裝無辜，卻又擺着長輩的姿態，陳小娟難以置信的張着嘴巴，說不出一句話。她想着這段時間因為跟卓子文結婚而不得不跟婆婆一起生活的日子，這不是婆婆第一次偷家裡人的錢。婆婆一直都會隨便翻動家裡所有的東西，一看到錢就偷走。上次偷了她放在化妝台抽屜裡的錢，說她藏了私房錢，要沒收她的錢才可以。卓子文面對自己母親的荒唐行為，只是避重就輕地從自己的皮夾裡掏出錢還給她，然後要求陳小娟別跟婆婆計較，覺得事情只要不追究就會平淡地過去了。現在這種離譜的事情竟然發生在小孩身上。陳小娟見婆婆又要上前教訓小孩，她再也受不了的大叫：媽，你不要再這樣了！她把婆婆要抽打小孩的手用力撥開，婆婆一時重心不穩的往後跌倒。她憤恨地對着婆婆說道：這裡是我家，你給我搬出去，聽到了沒有？你說什麼？婆婆跌得很重，嘴巴生氣的質問，但身體卻吃痛的站不起身。你要趕我出去，我要跟子文說你打我，讓你老公好好教訓你。我不想再跟你說了，我限你馬上離開我家，這是我的房子，在我回來之前，我要這個家沒有你。陳小娟嘴裡說着狠話，卻轉身帶着王明陽離家，像是被趕出家門的狼狽模樣。他們在夜晚的街頭走着，
路上投射着是他們悲戚的身影。沒有月光的夜色下，陳小娟的步伐是沉重且毫無目的。她根本不知該帶小孩去哪裡。她心裡唯一想到可以幫助她的人，還是前陣子又聯絡上的顧曉。但她不想讓顧曉看到她現在這個樣子。她不想在顧曉面前無助痛哭。她不想讓顧曉知道她又嫁得不好。牽着媽媽的手，一種母子連心的感應，讓王明陽感受到媽媽的手握得有點用力。他有些害怕地抬頭看着憔悴的巨大身影，他很不忍心地看着媽媽挺着大肚子，輕聲地詢問：“媽媽，我們回家吧。”聽着小孩的話，陳小娟抬眼看向天空，不想讓快溢滿眼眶的淚水落下。她強裝鎮定地抹去已落下的淚珠，然後低下頭看着小孩天真無邪的臉。她想要安慰地說：“明陽，奶奶年紀大了，可能會讓你覺得她很不講理，但媽媽覺得奶奶不是故意的，你可以原諒奶奶嗎？”奶奶說我偷錢，但我沒有，那是爸爸給我的零用錢。王明陽很委屈地看着媽媽，他不懂媽媽為何要跟他說這些話。爸爸給你的零用錢，媽媽會還給你。陳小娟很努力地擠出笑容，然後心裡想着，她藏在廚房的空調料罐裡是有5000元的，她可以拿來還給小孩。媽媽，為何是你把錢還給我呢？王明陽知道媽媽自從懷孕後就把餐廳的工作辭掉了，因為餐廳的工作很辛苦，媽媽懷孕後沒辦法做太辛苦的工作，所以沒有再賺錢的媽媽說要還錢給她，這讓小孩王明陽感到難受。沒關係的，媽媽先把錢還給你，媽媽會再跟你爸爸。陳小娟發現爸爸這個名詞，最近在她和小孩的生活裡，常會有混淆不清的情況。媽媽說的是家裡的爸爸，媽媽會再跟爸爸說奶奶的情況，家裡的爸爸會處理的。所以剛才的事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一切都會沒事的。小孩王明陽在路燈與綠植之間的閃爍亮光中，看見媽媽紅着的眼眶，他知道媽媽心裡是難過的，他也不想讓媽媽受苦。他深吸一口氣，鼓足勇氣跟媽媽說：“媽媽，我想要再回到只有我們2個人的生活。”說着，王明陽的聲音開始哽咽。媽媽，我們再回到2個人一起生活的日子，好不好？以前只有我們2個人在一起，那時候過得比較開心，好不好？王明陽說完就哭了出來，他傷心地祈求着，卻讓陳小娟聽得心都痛了起來。她一直秉持的信念瞬間崩塌了。她一直以為小孩也想要一個完整的家，但小孩無邪的心思，卻讓她看清心中那個虛偽的自己。真正想要完整的家，這個念頭從頭到尾一直都是她自己這麼想而已。